練 NFM， 講過了啊，他們的一個成員木星月、盧亞輝、盧樹相當不錯的，對吧？也是看技能，焰火舞台給魔術師點在沙包。默人的話，他其實是被喧囂所克制的。哎，這裡進入到我們的遊戲，也是第一時間去追擊了魔術師，非常精準的雙驚喜。對，已經命中2個驚嚇標記了。沒錯。這樣的話，在前期開局11秒的一個時間，對於魔術師來講的話，他的一個壓力就很大了，直接拿到了一波命中。哇！第一波的一個傷害造成的很早，沒錯。還有個隔窗雙重驚喜，直接配合普通攻擊，拿下2個標記，迅速擊倒。熟練度非常高啊！在這個位置的話，是快速的把魔術師給擊倒，而且喧囂他的一個攔截能力是很強的，即使外面的守門人第一時間去趕過來的話，因為守門人的位移能力有限。還是很怕被喧囂進行一個遠程的攔截。對的，這裡是用雙重驚喜的一個特性，就是定位到了求生者。對，定位到了。那這樣的話也是通過自己的一個出產位移，震颤有一個位移。对，但是還是要提前去吃到，有點被卡住了。對，傷害，而且第2段的雙重驚喜，直接是成功擊倒了守墓人，完成了一波遠距離的手椅攔截。對的，對於求生者來講，這個局勢非常的不妙。已經是2個關鍵節奏點被監管者所掌握了，一是快速的一個擊倒，二是手椅的一個攔截也是非常成功。那接下來進行第3波的一個節奏，看一下這波手椅攔截能不能再次攔截下來。是的，甚至於說這邊的咒師他也是被架在了原點嘛。再配合自己的一個空中飛人，雙重驚喜也是遠距離去造成了傷害。那這樣的話，還可以再銜接上守墓人的一個節奏啊。這樣的話，咒術師好像也救援不了，只能再調動遠端的一個木偶師過來。哇，這一手的喧囂帶給求生者的壓力確實是太大了。那對於現在求生者他們的一個運營思路來講的話，是需要讓外面的木偶師把這個幻影雷給開出來。對的。造成1次命中，是的。那接下來雙重驚喜還能壓迫，救援下來以後又1次命中。以前的一個手椅，不過木偶師也是處理的非常不錯。那現在的話，守门也是交出自己的一個去逃生。但是一個空地的話被命中以後，可能接下来不太好牽制了。空中飛人拉到臉上，最後一個標記補上，也是成功擊倒，被喧囂給擊倒。那這樣的話，守門人也是沒有，就外面很難再進行一波救援了。對的，狀態都不是非常的飽滿。看一下求生者這邊他們後期要怎麼樣去安排吧。現在的話，感覺是要去奔着走一個。那當務之急就是先把這個地窖給破譯出來，密碼機破譯亮2台啊。是的，因為我們現在的密碼機一個進度還是太少了。是的。那現在的話也是成功的去減員了2人，而且找到了臉上去卡着的這個咒術師。對的。咒術師這裡還有一個飛輪效應，看能不能去抵消1次命中。對，交群肉像，再接一個吸导反射，但是距離的話還是很難去拉開的。雙重驚喜預判一下咒術師走位。這個雙重驚喜的精準度還是非常之高啊。相當於這名選手的話，我們也是非常了解他。他的喧囂的話，確實是他的招牌角色嘛。是的，一個飛輪效應成功抵消掉1次命中。是的。那最後還是雙重驚喜能夠快速擊倒。石祥威的話，確實是一個喧囂的絕活玩家嘛，他的一個熟練度是非常爆表的。對，他的這一手喧囂的話，也是打過太多的一個戰役了，他拿過的一個積分太多了。而且經驗是非常豐富，熟練度也很高。哇，這個移形直接定位到了木偶師的位置。沒錯，而且再配合自己的一個雙重驚喜，完成了最後的一個擊倒處理，也是順利的拿下4抓。哇，是的，這一手的喧囂發揮實在太強了。沒錯，主要是因為监管者他這邊前期的節奏抓的可能性在的，畢竟這個角色的，然後。這個手進入第一波追擊節奏前，我先寄宿一下，然後落地來看一下。不過因為這一局也是攜帶了追獵嘛，可能在面對前期這個追上來講會舒服一些。遠古之面率先命中一下，先寄宿4盒封住他的一個牽制點位。
再去進行追擊。那這裡也是侵蝕度沒有在60以上，還算安全。第一個幸運包裹不太幸運啊，是一個香水。不過万物之香的話也是成功的去木壓了攻擊，然後回溯傷害。看一下下一次的一個异族本相，這裡是成功的命中了，但是侵蚀度的话還是會缺乏一些。是在96左右，可能要去等待下一次的一個輔助特質冷卻。是的，看一下要等閃現的一個冷卻，還是說去等待下一次的一個寄宿的時間？对，寄宿的時間還是比較久的。那現在也沒有一個閃現的身具，直接一個異族本相命中，飛輪進板化解掉這一波危機。是的。這樣的話，其實求生者的牽制是非常成功的。看一下這個板區博弈也是成功命中了。是的，但這一波其實對於幸運兒來說完全可以接受，因為它有莊園老友的特性，所以說它可以拉得更遠。主要是监管者這邊他已經是被拖了2波的一個時間了嘛。對的，手上的閃現感覺也是要去交出來。這裡有點騙到紅光。是的。有點把幸運兒的走位給騙出來了，那省下了一個閃現，但是上掛的一個時間並不是很快了，已經來到了1分40秒。而且很細節的卡了一台密碼機，是99%的一個進度，也是做好了運用最大化運用這個觀眾效應的準備嘛。是的。不過的話，我們的使用陣營也可以通過他的伊斯人在外面進行一個密碼機的干擾。這波救援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性。來看一下提前出產安心的一個特性，加速救援速度，成功救援。是的，但是沒有說去預判到一個救援的一個震懾。那這裡已經有一個2階了，落地的一個侵蝕傳送命中。是的，拿到了這波命中。雄警它的一個輕傳送的話，還是會比較難躲的。对的，而且剛剛的一個飛輪效應也是已經在1次牽制的時候使用過了，所以冷卻還沒好，道具也是確定交過的情況下，沒有辦法進行2次牽制。但所幸化險為夷的作用就是能讓求生者倒到想倒的地方。沒錯，那這裡只能用這個寄宿來干擾一下密碼機，想讓守墓人去補一補密碼機。主要是場上的密碼機的一個破壞速度也是比較快嘛。對於接王者來講的話，他雖然拿到了幸運兒的節奏，但是如果說要去爭到4抓的話，他還需要更多的一個節奏點。那這一波是派了一個更近的法羅女士過來救，那這一波化險為夷的攜帶就很關鍵了。如果能救下來，密碼其實能夠的。法羅女士的救人壓力還是很大的，是侵蚀度很高。的一個移族本相，但是還是成功的救援。哇，那再命中，可是這一波其實密碼機是能夠完全點亮的，在化險為夷結束前，非常有驚無險的一波求生的救援啊，很大膽的嘗試，是讓法羅女士，最終成功進行了救援嘛。甚至這一波，而且4個人也是吃到了回光返照的加成。對的。那現在進行一個4人的看门戰。接王者的話也是選擇先去看守一下正门。交出自己的閃現，成功預判了法羅女士的位置。命中了法羅女士。因為你的匿跡還是會留下你的腳印嘛。那這樣的話，其實伊斯人跟本體在同一個方向，對於另一個門的攔截來說，就比較有限了。是的，尤其現在已經把自己的一個輕傳送和閃現全交的一個情況下，而且側門已經拉開了。陳明明選手下場以後有移速加成，而且還有震颤，應該是能夠成功逃脫的。那這樣的話，第一回合是中國代表隊监管者4抓，求生者3跑拿下一個8比1的一個比分領先。現在的話，這個比分優勢還是會比較大的。看又有 OB 位而且有引力回溯的一個是的。那這裡進入追擊，看空軍開局是選擇拉開點位。是的，也是迅速的逼出了空軍的信號槍。不過這邊的身具的話，還是沒有那麼容易去拉開的，尤其是通過歌剧的一個暗影之月，速度有些太快了。轉到板區，那進入下一個板區前，感覺有一個命中。是的，也是快速命中了。那再利用自己的一個影之回溯去刷新自己暗影之月的一個冷卻時間。是的，再調整角度對空軍進行下一波的一個追擊。選擇繞木馬。是的，然後再轉進板區，這裡短板博弈
感觉有点被架住在这裡了。是的，主要是歌剧演员的话，他进入到你的一个暗影之月之後，它是會有一段時間的加速，所以說呢，接管者可以利用這個加速的時間在板區進行博弈。對的。前期也是比較快，1分鐘的時間。剛剛說有把求生者去放上黃之椅，看一下救援的一個安排了。對，還干擾到了病患的一個破譯。主要是這裡求生者的一個牽制也是沒有讓接管者交出自己的一個輔助特質嘛，閃現還在手上。大副的話也是交出自己的一個道具。哎，成功命中了。這一波的一個救援也是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去利用閃現，直接預判到大副的位置，成功的再打中了大副。那對於求生者來講，這個節奏會比較劣勢啊，因為現在的話，空軍他也是很難完成一個2次的牽制的。哇，雙倒了。對，完成一次雙倒，那這樣對於本來就不太富裕的破譯進度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是的。他是利用自己的一個閃現和大副交懷表的那段時間，是精準的去預判到了大副的一個位置，完成了一個對救人位的雙倒。那這個閃現第一波去省下來的一個收益就非常高了。是的，那這裡也是進入尖叫屋來排人。求生者這裡排的一個蹲的一個點位也是很獨特哦，是在鬼屋後面。那這樣的話，有可能完成一個不錯的一個卡人時間。沒錯。就現在的話，對於求生者來講，他們要考慮的就是，慢慢去拉扯，不要去給到接管者這邊太多的一個狀態。這個人的話，應該是選擇直接不要了，去賣掉了。對，另一邊也是成功的拖出了時間去調整一個狀態，把兩個人都保證了一個滿狀態。是的。那麼不進行救援的話，其實也會給到接管者一些排人的壓力嘛。不過也是迅速的找到了臉上的病患。是的。又快速的拿到了一次命中，那這樣想要用鈎爪去跨越地形啊，也是成功做到。那這樣的話，得讓歌劇重新繞一大圈再進入追擊。對，不過歌劇的一個速度也是非常的迅猛啊，馬上就接近了身位，也是快速的交出了病患的下一波鈎鎖。但是還是很難去拉開呀。是的。對，再拿到了病患的擊倒。手上的話還有一個鈎爪，但是對於求生者來講的話，現在密碼機的一個進度其實還是會差的比較多。是的，特別是已經沒有化險為夷去強制性的拖時間了，無論誰過來救援，首先要受傷，甚至有可能要被面臨第一波的一樣的情況，就是雙倒，有救不下來被攔截的風險啊！這裡的話千萬不能被預判出來位置，直接命中了。那這樣輔助特質還在，有可能直接交傳送到椅子面前守。主要有暗影之月的話，你這個失樂園的時間是不太夠的，這個距離太遠了。那大副也是選擇直接後撤，但是遠端的隊友想要趕過來的話，也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啊。而且一直在破譯密碼機的話，其實能通過密碼機的一個搖動來判斷求生者具體位置。對的，尤其是弓箭手他已經點亮了這台密碼機，也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對於歌劇員來講的話，他現在是完全不着急，兩邊呢都可以去攔截你的求生者。是的，那這樣只要能夠保證椅子上的病患成功淘汰，那進入後期的一個節奏，手上又有傳送這個輔助特質的話，是很有可能拿比較多的積分了。主要是對於求生者來講的話，他們這一局，兩波人都賣掉的話，那很可能就進入到一個4抓的節奏嘛。對的，沒有道具的大副是選擇補充了一下道具，補充了一個護腕，但這裡其實也快速的又被追擊上了。是的，這道具直接交，能轉到下一塊板區，面臨一個博弈，直接一個隔板命中啊！是的，板區博弈非常細節啊，這樣再交出自己的傳送，也是迅速的去找到了弓箭手的位置。是又一個隔板命中。板區博弈。操作太流暢了，這樣的話，雖然說被龍骨弓傷到4A度，但是第一時間選擇靜止不動，把4A度給消掉，然後第二時間再利用自己的一個影之回溯，一個秘弩的一個後撤，對，反應很快，在飛輪進板。是的，4A度也是爆開，造成了眩暈。但是對於求生者來講的話，他已經沒有太多進攻空間，但是這個板區博弈成功砸板了，再交出一波龍骨弓，但是取消了踩板的後搖，沒錯，再一個秘弩。
但是還是沒辦法進入下塊鈑金，成功被擊倒。另一邊的大副是又補充了一個道具，但同樣的已經是確定他獨自一人交出自己的絕處逢生。是的，弓箭手這一波的一個操作已經很秀了，但是呢，面對一個比較大的劣勢局，也沒有人在外面給他進行破譯，所以說比較遺憾吧。那現在的話，监管者他只需要去找到大副的一個位置，就基本上是可以完成一個4抓了。他也需要找到大副再次完成击倒，因為沒有絕處逢生，可以不掛，再回來找可能到時候會交這個絕處逢生的弓箭手就行。是的，這邊的話也是在江湖廢墟去補充了一波道具啊，但摸出来的是一個万之香，排到2名了。這個香水的話確實沒有那麼好用啊。是，特別是半狀態的時候。没錯，一個直接過板的命中，是的，快速擊倒。剛剛其實也有一個石家溫很細節的一個操作處理，就是把這個弓箭手遷離了自己能破譯的密碼機。那這樣的話，後期就是可以通過密碼機的一個位置，再一個傳送過來，再去排到準確的位置，能完成擊倒，就是一個穩穩的4抓。沒錯，感覺葛解元的話還是就在熟練度高的一個情況下，還是太風馳電掣了。那也是順利的去完成了最後2人的擊倒。拿下了，手上命中求生者13次，比較强勢嘛，这张题目点的话是会比较难受的。好的话，其實有機會頂掉一波命中。哇，這裡已經是來到了4號站台，去選擇追擊古董商。是的，那利用雙驚喜去上到一個驚嚇標記啊。對的，一直在利用一個轉世進行一個移速的加成。沒錯，而且板區博弈的話也是非常的穩健。把板子提前的去下好啊，不給你去博弈的一個機會。膝跳反射也是運用的很到位，這裡雙重驚喜有點小失誤，卡牆了。對，沒有放出來，放自己臉上了。下個雙重驚喜隔牆命中，那最後一個機關消交出了自己的一個興奮，然後讓謝幕直接去拿到了第1次的一個命中。但是古董商這裡的話還是有飛輪效應在手上的，並不是很怕你。是的，一個反翻，對的，選擇繞到一個高牆，再用，還有一個雲門，看一下雲門要不要交了。但是雲門沒有跳下去，是的，有些小尷尬，只能選擇躺在這個角落。但是雙重驚喜跟空中飛人都已經交過了。這裡的話是干擾你的一個舞台的命中嘛，因為你要去等到你的一個技能冷卻，才能去調整你的舞台的位置。這裡哇，用飛輪直接抵消掉了一波，規避了傷害之後，又連續的使用了3連棍，去打出了一個長達10幾秒的止格時間啊！是的。破譯的一個進度已經無限接近於3台了，那其實依次的一個牽制，目前來看就已經非常完美了，更何況現在還沒有擊倒，還有創造更高的上限的可能性。對，這手古董商的一個牽制時間可以說是非常滿。一個反走，再觸發一個反彈。是的，空中飛人跟上，但是現在還是少一個焰火舞台。是的，這個加標記的話就是有點上不去啊，很難受啊。就是。這個繞場謝幕跟雙重驚喜，如果同時交掉的話，那 CD 其實還是比較久的。對，而且這邊還稍微被預判了一下，這個走位去躲，又卡住了一個位置，還在扭。第2段雙重驚喜也是扭掉了，再繼續去貼牆，利用這個牆體。下一波繞場謝幕還得6秒，這就是選手極致的個人能力跟個人英雄主義啊！對的，終於是在。下一波的一個讓謝幕完成了自己的第1波的擊倒，大家可以看到場上密碼機的進度已經接近4台半的一個密碼機了。是的，甚至於這個觀眾效應都不太需要卡了。是的，直接套一波化險為夷，其實密碼機應該是直接夠了。這一局的一個牽制確實是非常完美，太秀了。可以說把前期所有需要的公式都就是極限的化解掉了。又一個飞輪效益抵消一波命中，直接來控場。但是另外一邊已經被無傷救援了，而且臉上的空军感覺他的一個牵制壓力也沒有那麼大。是，走位也很優秀，在一個翻窗，那進入板區看一下有沒有砸板的可能性。是的，主要是現在手上這把信號槍不是那麼好交，因為知道你的興奮的冷卻時間已經要轉好了。利用雙驚喜，終於命中。是順利的開出自己的2階，但是現在的話，時間上來講還是要趕緊去爭取一下的，畢竟密碼機太多了。是的，這裡有一個砸板命中，求生者也看
密碼機進入來說做了兩手準備，既補了這台密碼機，也同樣的外面多起了一台，做了兩手準備。是的，這邊去交出自己的降槍，但是喧囂的話也是沒有選擇去把自己的興奮交出來，因為知道已經壓好密碼機了。對，因為被追擊的一個目標，空軍這裡是沒回光返照的，所以說密碼機不用壓。那密碼機已經點亮4人的一個開門戰，它是很難去完成一個4抓了，而空軍這個位置還能夠進行一個有效的牽制。是，在一段空中飛人跟上，現在手上的話是沒有技能的。而且地窖也沒有刷在這邊。是的，空軍的話应該是很難去完成一個4出了。但隊友的話是可以順利被掩護出門的。对的，那成功的一個雙重驚喜命中，那只能把它掛在地下室。那這樣另外3個求生的話是可以順利逃脫出莊園的。那又完成了一個3跑。也是第2回合又是一個別的賽後數据，能看到默许音樂进來說互相借鑑、互相交流。